大家好，我是胖叔，一个球迷，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今天我们来聊投资曼联到底能挣多少钱。通过今天的视频呢，我们尝试回答3个问题：第一，普通投资者投资曼联能挣多少钱？第二，格雷泽这18年投资曼联挣了多少钱？第三，曼联的财务报表分析，曼联挣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咱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啊，普通投资者投资曼联能挣多少钱？那我是做投资行业的，我们行有行规。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要先披露一下，我个人是持有曼联股票的，一共是100股。起因呢，就是很早以前，曼联在经历了一个惨淡的赛季之后，彼时的曼联 CEO 三德子就在对投资者的电话会议里谈到，球队的利润蒸蒸日上，而且他们还发现曼联的盈利能力和球队在球场上的表现相关性并不大。他在说到这个的时候，言辞之间还有一点点的得意，我那时候就给听懵了，因为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嘛，以为曼联想要的是竞技方面的成功，想不到管理层满脑子想的只是商业利润。这就好比呢，我一直以为我女朋友爱的是我，结果发现她爱的只是我的钱。那我不知道各位朋友在发现你的女朋友爱的只是你的钱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反正我想的呢，就是那我就得挣更多的钱，让我的女朋友更开心。所以我就赶紧买了100股曼联的股票，希望曼联能拿着我这点钱，好好的搞一搞青训，修一修球场，拿一拿冠军。那声明一下，胖叔没有女朋友，也没有为别的女性的快乐而挣钱。我呢有一个大老婆，还有一个小女儿。我挣的钱呢，主要全部都是为了我的大老婆和小女儿的快乐。那看了我上期视频的朋友呢，就都知道，我有的时候在曼联输球之后呢，会下楼去找技师洗头。那我找的呢，也全都是男技师。以上就是我要做的所有披露。我们来继续聊曼联的股票。我列举了从2014年1月1日开始到2023年9月30号为止，持有曼联股票的年化回报率，就是平均一年有多少的回报率。那曼联的年化回报率是 3.3%。这代表着，如果你在14年的元旦花100块钱买了曼联，那10年后的今天你就有大概137块钱。这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喜人的成绩。然而呢，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世界上各大经济体的总体股票指数，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中国指数、日本指数，还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曼联都跟他们杀得难分难解，大家的回报率都在4%以下。在这10年里，只有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那在这里插一句啊，很多人问股神巴菲特投资建议，那巴菲特每次都会说，他要是有一天去世了，他就会让他的老婆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标普500指数。那这个建议呢，因为太简单，很多人觉得难以相信。那其实有的时候啊，答案往往很简单，只是执行起来很困难。那关于指数投资的话题呢，如果这期视频点赞上8000，我就会专门做一期视频给大家讲解，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有朋友会说啊，投资曼联股票年化回报率才 3.3%， 格雷泽是不是傻？那大家注意啊，这只是像胖叔这样的普通投资者投资的回报率才是 3.3%， 像格雷泽他作为拥有者，他的回报率要远高于这个数。接下来我们就会开始进行计算。但是有朋友又会问了，那你胖叔投资曼联股票年化回报率才 3.3%， 你胖叔是不是傻啊？没错，我是傻。投资曼联股票是我傻，当曼联球迷也是我傻，但是傻就傻吧，就像飞蛾一样，明知道会受伤，还是会扑到火上。飞蛾就是这么傻。那又有朋友会问了，你都是傻逼了，那你有什么资格要让我们给你点赞出视频讲指数投资呢？那今天粉丝朋友们的问题还是有点多啊，我们就回答到这里。我们赶紧来看一看第二个问题，格雷泽投资曼联这18年回报有多少？2005年呢，格雷泽出资接近8亿英镑。完成了曼联的收购，但是钱不全都是他自己掏的，他个人出资呢大约是 5.3 亿英镑，其他的呢是从银行的借贷。那这就是所谓的加杠杆。这18年呢，格雷泽是进行过一些债务整合的，为了统计方便呢，我们就化繁为简，只看他的收购价和他现在的抛售价。到了2023年呢，格雷泽虽然自己喊要60亿英镑，但是根据大部分的消息显示，无论是贾西姆还是拉爵爷大概都只愿意出到52亿英镑左右的估值。那这很显然啊，市场价和格雷泽的心理预期价位呢是有接近 15% 左右的差值，这也是格雷泽最终不决定完全出售曼联的原因之一。那我们就假设格雷泽现在按照了当前的市场价把曼联出售了，
那么他会得到52亿，然后我们要减去接近1亿英镑的当前债务，那他的理论出售价呢就是51亿英镑。这么算的话，格雷泽18年投资曼联，他的年化回报率呢为 13.4% 左右。注意啊，同时呢，这18年所有的借贷利息都是由曼联自己的营收收入来支付的。格雷泽还额外能从曼联拿到股息和自己给自己发放的董事会工资。算上这些的话呢，格雷泽这18年的收入比 13.4% 只多不少。当初的投资啊，算到现在应该是翻了接近10倍了。那我们就不得不说一句啊，横跨18年的 13.4% 的年化投资回报率是非常惊艳的。这中间可是经历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4年的全球石油危机，还有2020年的新冠。那同一时间，这18年里，格雷泽的这笔投资是跑赢了绝大多数的指数，甚至跑赢了巴菲特老师钦点的标普500指数接近4个点。相比于这10几年风头最劲的科技股，也就是纳斯达克指数，格雷泽的投资呢也只是稍逊一筹。标普500指数统计的是在美国上市的500家市值最大的公司，格雷泽的曼联呢是跑赢了里面的一大半公司，什么英特尔啊、百事可乐啊、美孚石油啊，都被曼联甩在了身后。纳斯达克要不是靠着微软、谷歌、亚马逊这几个大哥压阵，估计都未必跑得赢格雷泽的曼联。那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跟格雷泽多说一句，你看从05年到23年，亚马逊回报 26.9%， 恨不得是曼联回报的2倍。只能说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呢有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想要免费送给格雷泽。我建议格雷泽51英镑赶紧就把曼联全款卖了，把它换成美元，那就是63亿美元，然后我们再加一个226倍的杠杆，全额把亚马逊收购下来。这个过程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操作起来很简单，因为18年前格雷泽加杠杆买曼联的思路呢是一样的，一回生二回熟嘛。那收购了亚马逊之后呢，格雷泽接下来18年就能赚过去18年2倍的钱，那岂不是美滋滋？你们谁有格雷泽的电话呢，就帮我转述一下。那这里呢，因为我的行规，我要再次披露一下，我所说的话呢不构成投资建议，过去18年的表现也不能够代表未来18年的表现。这就好比说曼联2003年到2013年拿了6个英超冠军，难道曼联2014年到2024年就能再拿6个英超冠军吗？并不能，但是能再换6个教练。所以啊，曼联已经日薄西山了。告诉格雷泽，未来的18年，亚马逊比曼联好得多，赶紧把曼联卖了，加杠杆买亚马逊的时候需要咨询，我可以免费帮他做。最后一个话题就是曼联的财务报表。今天呢时间有限，我们就关注一下曼联的现金流报表，看一看曼联赚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曼联的10年现金流报表啊。我简化成了一张图，解释一下现金流的报表啊，分为3块。第一块叫做运营现金流，就是营业收入，像球衣、赞助、门票等等，减去运营成本，比如说工资、还债的利息，还有其他的像帮年轻球员打官司、搞公关和点外卖的钱。那第二块呢是投资现金流，比如基建、盖球场，还有转会费。重点说一下转会费啊，这个属于投资成本，不是营业成本。为什么呢？因为转会的收入和支出，你买到的是球员，而球员呢，相当于说是生产资料，而不是产品。我们可以想象，球员呢就像是工厂里的机器，机器制造出来的产品，这里面的营收是算在了运营的现金流，而买卖机器的这个钱算在了投资现金流。最后一块啊，叫做融资现金流，就是借的钱、还的贷，还有发放的股息。那曼联的过去10年运营所得的现金流一共有 12.7 亿英镑。那格雷泽也很够意思啊，全部都花在了投资里面，其中基础建设呢是 1.2 亿元英镑，然后转会投资呢是 11.5 亿英镑。曼联呢在转会市场上非常大方，甚至过去10年的净转会是英超的第1，大家早就知道了。不知道的呢也可以有空看一看我之前的视频叫做曼联转会3定律加上英超6强10年转会支出对比。可以说啊，曼联转会的钱肯定是给够了，但是足球团队会不会花呢，这是另一回事了。不过呢，我们也不能说格雷泽有多大方，他自己没掏1分钱，都是用曼联自己本来运营所得的钱来支付的，而且因为转会的支出太多，都没有钱做基建了。那这里就讲几个例子啊。说到基建，像皇马现在在建这个伯纳乌的改建项目，3年就要花掉1亿。而前2年呢，阿布卖切尔西也要求在收购切尔西之外，还要额外投资 2.2 亿给切尔西的青训和基建。
那更早之前，当曼城刚有钱的时候呢，光是建青训设施就花了1.6亿。像范佩西、弗莱彻明明是曼联的球员，都甚至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去曼城的青训，因为那边的设施更好更新。而曼联10年只花了1.2亿，那就属于是相当寒碜了。看了 C 罗采访的朋友都知道啊，曼联在2009年前 C 罗在的时候呢，训练设施还是全球顶尖的。然而10几年过去了，游子归乡，发现一切都是年轻的模样。那别说比不上皇马了，连尤文都比不上。我们作为球迷呢，只看到曼联转会费花得多，但是像球场天花板漏水、球员训练条件差，还有本地孩子都愿意去曼城的青训等等，都是藏在新闻不会报道的基建开销里面。而曼联基建给的少的原因也找到了，因为曼联要自负盈亏嘛，转会费花得多，那基建就得花得少。我们想要格雷泽像阿布和曼苏尔一样自己掏钱搞基建，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那毕竟格雷泽是来搞投资的，又不是来搞基建的。就好像我们买亚马逊的股票，难道买了之后等过几年亚马逊要建仓库，还要跑过来找我们投资人再掏钱吗？所以说到底，作为投资，亚马逊还是比曼联好，未来10年双倍回报，格雷泽值得拥有。最后一块啊，就是融资现金流了。格雷泽要给自己发股息，10年发了1.6亿，但是钱呢都被足球团队花光了，怎么办？于是格雷泽就跟银行借钱发股息。过去10年不仅没还多少贷款，还多借了1.3亿英镑的本金。那有朋友会说了，格雷泽10年让曼联足球团队花了11亿买人，自己作为老板只给自己发了1.6亿的股息，这难道不是个良心老板吗？那我最后就得补充一下，格雷泽在曼联吸的血远远不止这些股息。我统计了一下过去10年，格雷泽的股息、借贷利息和董事会薪资3项加起来，格雷泽10年从曼联套走了至少4.9亿英镑。占了曼联10年现金流的40%。首先我们谈一下董事会报酬啊，格雷泽的家族成员呢都是董事会成员，如果没记错的话，他们是兄弟姐妹6个，都在董事会里。而曼联每年要给董事会报酬，平均1年1000万英镑，10年发了9900万英镑，接近1个亿。那这里要澄清一点，除了给格雷泽的钱呢，董事会里还有像 CEO 阿诺德，他们的报酬也在这里了。具体每个人得多少没有详细的披露，但我猜格雷泽家拿的应该是大头。那有朋友会发现啊，以前董事会工资1年1200-300万，现在只有700万，怎么难道格雷泽还在给自己降薪吗？那这部分呢，由于没有具体披露每个人的收入，我们就很难统计。不过有一点我知道，就是我去查了一下，当初三德子伍德沃德啊，在当 CEO 的时候呢，一年报酬大概是300万，而现在二德子阿诺德在当 CEO 的时候呢，一年报酬只有200万，所以至少有100万的降薪是降到了 CEO 二德子的身上。那话说呢，以前是三德子要做投资人电话会议，现在就是二德子了。听他们俩做投资电话会议的时候啊，我也发现了有一些不同。三德子做投资人汇报从来都是先讲商业，拉了多少赞助，收了多少营收，就连有一次谈到足球，他也是说曼联用米希塔良换了桑切斯，桑切斯加盟的新闻在社交媒体上的点赞数达到了足球界的纪录，甚至超过了同赛季内马尔加盟大巴黎的点赞数。接下来他就会邀请金融总监或者社媒总监开始讲话，讲一讲曼联在商场上的成功。大家可以想象啊，我作为一个球迷，听了三德子的汇报呢，就只听到了一个字，就是钱。这就像是我在跟渣男谈恋爱，我是来谈感情的，他满脑子只想睡我。而二德子就不一样了，电话会议呢总是会先讲足球。比如说去年的汇报，他首先说的就是管理层对曼联2021年的赛场表现呢很失望，所以在2022年请来了新主帅。同时啊，曼联的男足 U17 和女足的 U21 都各自获得了怎样的锦标。那接下来他就一定会先让足球总监约翰莫托发言。那大家可以发现啊，二德子就很会做人，嘴很甜啊，哄得我们球迷很开心，搞得我差点又要买100股曼联的股票。不过二德子嘴甜也没什么用，老在这里搞什么 U17 U21 的，不好好拉赞助，难怪格雷泽要给他扣工资。其次呢，就是曼联的贷款利息，这里是要从运营现金流里扣除的。格雷泽来之前，曼联是没有负债的，因为格雷泽要借贷买曼联嘛，于是利息都从曼联赚的钱里还了。大家可以发现啊，曼联23年的利息呢，已经高出了22年很多。这里一是因为曼联的债务越来越多，二是因为呢现在的经济大环境利息越来越高，两者相加，曼联在这2年呢是迎来了债务难关。具体我就不展开了，我只能说这是格雷泽要寻求卖掉曼联部分股份的一大原因。
最后呢，就是股息支付。之前的现金流报表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了，这些年格雷泽基本上是贷款给自己发股息，而冲突呢，终于在2022年迎来了爆发。2022年呢，因为曼联没有运营现金流的盈余，格雷泽为了给自己发3300万的股息，主动去找银行贷款，此举彻底激怒了曼联球迷协会。在管理层会议上呢，当场质问怎么能在球队成绩如此挣扎、借贷成本又如此高昂的情况下，还让曼联借钱来给自己的老板发股息。随后呢，格雷泽就停止了第4季度的股息发放，2023年也一直没有发股息。那是不是格雷泽听了球迷的话呢？不是啊，当然具体细节没有披露。我猜啊，一是因为那个时候要跟贾西姆和拉爵耶谈出售，首先呢，那肯定要先把股息停了，方便大家做估值。二呢，就是那时候曼联的债务问题严重，也许有些银行条款会要求，在债务超过某些标准的时候停止发放股息。那毕竟啊，曼联的债务已经接近10亿英镑了，而一年的毛营收才7亿，债务营收比呢着实不太健康。反观亚马逊，债务呢只是年营收的1/4都不到，实在是一个优质的资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格雷泽如果有兴趣，可以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我们卖曼联赚大钱。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希望喜欢我视频的朋友给我点赞留言，一键3连，谢谢大家，下次再见。